这家店你一定得尝。咱们改日再聚。哎呀，查案归查案，吃饭归吃饭嘛。来，再怎么查案也得吃饭呀，对吧？找不到荣天岭一行，还有卓不凡，我是真没心思吃。谢了，兄弟。哎呀，咱们这不一直没停的在找吗？来，坐，给我坐下。你放心，啊，已经在所有的交通要道严密盘查。荣天令那帮子人，他只要敢露面，哎，就一定没办法跑掉。那好，先吃饭。各地寺庙的记载，尽快查到。一早就吩咐好了。来，不中。成儿，点菜来了。两位军委，看看吃点啥？来，可劲儿点啊！小二，这俩招牌。起来！起开！站住！站住他！站住！这咋的了？那几个是机关的会员。哦，有人不给钱呀？军爷还不知道啊，这机关新来了一批新人，据说都挺不错。老鸨呢，正准备调教这几个姑娘，结果有一个跑了，这些会员追的就是。那这姑娘被抓回去，岂不是要遭罪了？可不是嘛！哎，你瞧，抓住了！你看这宫女真可怜。大师，走！地保兄。兄弟，我这手艺还可以吧？手艺再好，你也不过只是修了个罐子，有本事把这底托也复原了。我是谁？我是天才。天才这什么晓得吧？天才就是除了拉提，除了福星高照，除了天赋，除了……反正就是除了很多还有很多。总之就是惊人的、令人欲哭无泪的才华。你看你，听我说完吧。其实我已经知道瓷罐的出处了，只不过没跟闷三刀说而已。你知道了？我这不是一直想跟你聊聊，你呀就是坐不住。说。我呀，一直拿你当知己，可是你呀总是误会我。你要是不想我再误会你，就赶紧说。有大内高手、北洋新军，还有武林高手，都发了疯似的在找的东西，想必非同小可呀，肯定特别值钱。这是笔大买卖吧？要是这种大买卖我不能从中赚一笔的话，那岂不就是人生的遗憾、不幸、悲哀呀？那多不拉给！你说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了瓷罐上的秘密？刘姑娘，你我相识了这么多天，我有说过半句吹嘘的话没有？你居然不信我？如今咱俩已经关在一起了，就不能互相坦诚、互通有无吗？这样，到底是什么买卖？你先跟我说一说，然后我再给你讲一讲瓷罐上到底有什么秘密。我说了你就说嘛。君子一言抵万金，我洗耳恭听。不急，不急，想必此事呢也是说来话长，你呀就慢慢的说，反正长夜也是漫漫。那好，我告诉你。告诉我。
我是同盟会的人。同盟会，乱党，逆贼。刘姑娘，这个话可不能乱讲啊！乱讲可是要掉脑袋的呀！我是带着使命来此的，来到山西就是为了寻找秘藏。你笑什么？你说你什么使命？来山西找秘藏？就算有秘藏啊，肯定也不在山西。这地方家家都有真本事，个个都有好东西。地底下有什么，早就留不住了，还秘藏呢？等等，宝藏不在山西，山西只是个线索，对不对？不会那个瓷罐就是线索吧？六姑娘，咱俩得好好谈谈，这生意能做。先说一下盘子吧，就是这盘子有多大，咱们要找的秘藏有多大，到底值多少钱？李浩瀚，只要你把瓷罐上的秘密告诉我，我可以出最高价，一定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少跟我说这些虚的，你还没我富。你不信？废话，从上海到山西这一路，你吃我的喝我的，你那小行李我也偷偷翻过了，你才几个钱？我跟你说，我是同盟会的人。我知道，吓唬谁呢？同盟会是由要推翻封建统治、建立民主政权的孙先生领导的。你当我不读书不看报啊？我当然知道了。孙先生那是超级有钱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孙先生，好像是啊。所以，只要你愿意把瓷罐上的秘密告诉我，日后孙先生一定会以巨额财富回报你的。不靠谱。你信不过孙先生，我信不过你，你都耍了我好几回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秘密我要是告诉给门三刀，他肯定乐疯了。我盘算着先要的定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再说了，人家是大内侍卫，准比你有钱。你这买卖事后再算账，听着就不靠谱。日后的事情谁说的准呢？谁知道你到时候认不认账？我们同盟会绝对不会不认账。哎，别骗我啊！我可是生意人，不靠谱的事儿我是绝对不会做的。你要么就现在兑现，你要是现在兑现不了啊，那我就只能找别人谈。现在我上哪去给你兑现啊？你现在倒也不是不能兑现。刘姑娘，你要是给我点甜头，我倒是愿意考虑考虑。人渣败类，你这个满脑子铜锈的下流胚，你做梦！做生意嘛，我开价你还钱，就算买卖不成，还有仁义在呢，哪有听个开价就骂街的呀？算了，刘姑娘，看来你也不想跟我做生意，我还是找门三刀去吧。等等，你不能告诉门三刀。凭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人跑了，追！你听清楚，第一，你根本跑不掉；第二，卓不凡一行还在山西落到他们手里，你只会更惨；第三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你要是想走，就把所有关于宝藏的秘密全都告诉我。只要你开口，我立刻放你走。带回去。
穆青兄，兄弟我被打了。都给我看好了，再让他跑了，我砍了你们！穆青兄，我连逃个跑都那么不专业，一泡尿的功夫又让人给抓回来了。柳姑娘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做生意有这样的吗？你是一点契约精神都不讲啊！你们同盟会能这么骗人吗？我想啊，我在你这儿啊也捞不着什么便宜了，干脆我把消息卖给门三道，至少内务府他不会阴我。林浩瀚，你好歹是从海外归来的中国人，你好歹是接触过新鲜事物的，你怎么一点觉悟都没有呢？但凡你还有一点良知，你就应该清楚我们同盟会在努力做的是什么。我们是为了解救千千万万被清廷压迫的同胞，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的国家。要是你敢把秘密透露给朝廷兵权，我一定把你杀了。你这是几天没吃饭了？好几天了，一到安阳就被他们给抓了。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，待在客栈里？我去找你的时候，伙计说你已经走了。我是没有听你的话，我想悄悄地跟着你，但是你走太快了，我没有跟上。我一个人到了安阳之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遇到了一个大姐，她说找人一起搭车去山西，搭我们车吧。我被她给骗了。真的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谢谢啊，谢谢。那是伙人贩子，我们被他们拉到了汾州府，要卖给妓馆。我刚刚才跑出来，要是没有遇到你，我都不知道我会怎么样。我来告诉你会这么办吧。这进了鸡馆，老鸨会想给你严实。你要是个厨呢，就会给你一件好看的衣裳，价格贵一点。你要不是厨，也会给你一件凑合的衣裳。然后就有人教你们怎么伺候男人。你要伺候的好呢，就不用挨打；你要伺候的不好呀，这打死都不奇怪。这不愿意伺候男人的呀，就会被绑起来。被这些鸡馆的男人折磨，折磨到你彻底麻木为止，然后你就开始卖身。但咱这个运气啊，实在太好了，我们协军校看上你了。你要好好感恩，好好伺候咱王长官。今儿能碰上咱王长官，就是咱上辈子积德，祖坟上冒青烟了。丁义兄，我和林姑娘早就认识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俩是一起从大沽到山西的，只不过中间走散了。明白了。妈的，老子今天不要把你们给毙了！别杀人！丁义兄，算了。嫂子，你又不信我？我信你，又不信你。那几个妓馆的户员我都查过了，确实如你所说一致，他们是跟着老鸨一起在人贩子那儿买的你。你手上的伤也确实是真的。虽然那几个人贩子没有找到，但此时你所说的一切，我都是相信的。你就是觉得一切都太巧了。是的，太巧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
就算没有那些人贩子，我还是会来汾州府的。继续说。我知道，荣天岭、内务府，他们都在找宝藏，都没有找到，我也要找。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同盟会的人，我只是想知道，凭什么他们找宝藏要害死我的家人？我要报仇，我也要找到宝藏。等我找到了，反正谁害了我家里人，我就不给谁。你有这个本事吗？我没有，但是你有啊。这才短短几天，你就从一个捕头变成了北洋的大将，我跟着你不就行了？如果我没有北洋的枪呢？没有北洋的枪，你还是很厉害啊！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能追凶追成这样。以前我不让你跟着我，是因为我保护不了你。现在我有北洋的枪了，你要想跟着我的话，我不赶你走。你也要赶得走我呀！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还会给我买衣服了。丁宇买的，他要不提我都想不起来。你干嘛？你到里屋去换，或者我出去。哎，之前在上海，我已经没有把你当外人了。你还把我当外人吗？不是，是不方便。师伯，您不再多休养几日啊？大牢里这些年天天都在休养。我听幻杰说了你在做的事情，下一步去哪儿？回师伯，我还在想，日前我们确实在平遥墓穴找到一个舍利棺，但由于当时情况紧急，不得已将其毁去。那你知道了舍利棺的出处？是。弟子毁去之前，发现了底座上的印记，大南安徽寺。在想什么？既然有安徽寺的印记，就说明净坛秘藏很有可能就在安徽寺，而且我已经查过了，安徽寺远在山东。北洋和内务府现在都盯着咱们呢，还有一群日本人虎视眈眈。所以想要悄然前往的话，难之又难。所以弟子刚才想的就是这件事儿。想到办法了吗？倒是算想到一个，还请师伯指教。现在他们眼中最大的目标就是我，我可以先带一众人往其他方向走，等引开他们的注意之后，再由大师兄秦陀带一众弟子，护着师伯前往山东。到时候就尽快赶往安徽寺
找到净坛秘藏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做。你去引人耳目，我去暗度陈仓。既然是引人耳目，那你就多带些人。好。不过，净坛秘藏并不在安慧寺中。南少林也叫灵泉院，净坛秘藏以前叫做灵泉秘藏。这段传说已有100年历史。曾经清廷为了寻宝，前后后派出大内侍卫不计其数，可始终没有收获。你可知道为何？我过去不知道，但我拿到藏宝图之后，我就明白了，这宝图是不全的。这安慧寺应该只能找到另一半宝图。宝图不是2份，是3张。康熙40年，3000御林军围剿南少林，僧兵遭屠，寺院遭焚。当时的方丈与禅院共亡。圆寂之前，他将南少林镇守的秘宝和武学典籍藏匿的地图，分别交给了达摩院、戒律院和菩提院的3位首座。他3人持图，你持口诀，你东去吧。你3人各带1份，你往南走，你往西走，你往北走，即可离开。阿弥陀佛。100年过去，这份传说一直都在。慢慢的，灵泉秘藏就叫成了净坛秘藏。3份宝图只有其一，难怪宝藏根本找不到。就算我们到了安慧寺中，找到了菩提院的那份，没有达摩院的，还是徒劳。就算你找到了3份宝图，没有般若堂的口诀，有图也是徒然。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得找下去。或许到了安慧寺，找到了菩提院的那一份，就能获得什么新的线索呢？去找吧，这个传说也该见见天日了。有3份宝图如此隐秘的消息，师伯您是如何知晓的？我离开的时候，你们都还小。那时我想走出去，让世人看到荣天也有傲世的剑法。师伯当年刚出山的时候，就已名动天下。名动天下。是啊，我当时自以为已经名动天下了，可是我看到的天实在太小了。来，让我看看你的剑法到什么境界了。好，那弟子造次了。输了，很好，很好。你比我那2个师弟强了很多，比我也厉害了很多。你做这个掌门，无可争议。但我输了。如果是用剑，输的就是我。我输在剑招上。刚才师伯用的不是荣天剑法，这是什么剑法？
这是什么剑士？诸行无常。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这是南少林菩提院的3法印鉴。南少林菩提院。在我自以为我名动天下的时候，认识了陈玉，在他的3法印鉴之下，荣天岭不堪一击。他也让我见识了天外有天。我们荣天剑派怎么可能会输呢？你觉得荣天岭不能输？我从未让荣天剑派输过。荣天剑派，不凡啊不凡，你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，听不得别人叫荣天岭啊。你不必介怀，你不是输给了我，而是输给了少林的1000年传承。说起来，你们荣天岭的剑法，还真是惊艳天下呀！我让荣天剑派蒙羞了。你这个人有没有意思啊？天天把你们荣天剑派挂在嘴上。陈玉兄，换作是别人，敢在我面前叫荣天岭，我早就斩了他。按照你这个说法，还不知道你要斩多少人呢。莫坤呐，如果你只是在乎岭或者是剑派的话，那你的心太小了，而你的剑也只能止步于此。那我该在意的是什么？天下第一又如何？门派弱，不是1、2个人就能振兴的。你看那些1000年门派，靠的是枝繁叶茂，靠的是传承有序。你的剑法再厉害，又能厉害到哪去？一个不会功夫的人，拿着火器，一样可以让你落败。你听不得荣天岭，是因为你根本就看不起荣天岭，所以荣天岭依旧还是荣天岭。陈玉一直居于塞外，因为他是受命北上隐藏宝藏的菩提院首座第3代传人。你刚才不是问我怎么知道宝藏的事情吗？就是他跟我说的。那如此隐秘的事儿，他怎么会轻易告诉师伯呢？他告诉我了又怎么样？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达摩院和戒律院的传人在何处。我现在告诉你了，你又能找到吗？我和程昱成了朋友，他带我认识了很多人，见识了很多事。其中一个最有权势的人，叫舒木路察台，是当时的内衙总管。所以师伯当年帮助维新派被清廷围捕，就是因为此人了。是，也不是。皇上下决心了。昨日召见谭嗣同，皇上对他说：“汝等所欲变者，俱可随意走来，我必依从。即我有过失，汝等当面责我，我必速改。”决心如此之大，决心越大，变数就越多。皇上要做的事情，还能有变数？有。皇上也不全然是皇上，若不然，也不用变法了。文人热血，也愿流血，侠客就不应该让他们白白的流血。前程不知祸福，为志同者可并肩。二位大侠，此事绝无勉强。没有勉强，求之不得。虽然我不懂为什么要变法，但陈玉兄要做的事情，我必跟随。察台大人已经魂归。
临终前，他交代我，能带多少人走，就带多少人走。可惜壮飞兄不肯走。他说：“各国变法，自因流血而始。今中国未见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故此国不昌。若有，请自此同始。”现在清廷已经封锁了往东去的路，海路走不了了。我们去塞外，你先带人往山西去，我的弟子苏云志会在那里等候你，我随后就到。好。这些人都是种子，种子在，就能重生。壮飞兄甘愿赴死，与他志向相像的人是种子，他的学生们是种子。杨承济、蔡锷，他们还小，但他们会发芽，会长大。等他们成长起来，就是改变这个天下的力量。师伯说的这些，我似懂非懂。我知道师伯说的对，但我不能不顾师门，而且让天下人都知道荣天剑派，这不就是师父和师伯当年的期望吗？你从荣天岭走出来，为的就是让天下人知道，你们的剑派，扬名立万。可是你想没想过，你扬给谁，又立给谁呢？你看看现在的天下，国破民败，满目疮痍。就算是你能够成为天下的第一剑客，又能改变什么呢？我知道你这一路走来，赢了不少人，可是到了最后，你又赢得什么了呢？我们手中的剑是可以斩人，但是改变不了人心。那些文弱的书生，他们手中无剑，但是他们想改天换地，他们确实也是在改天换地。他们在破除众人心中之贼，摧枯拉朽，破旧立新。莫坤呐，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。行侠仗义，还有做什么比救国更能行侠仗义的呢？我之所以要跟你说这些，是因为我知道你要重振荣天岭，秘密受命于齐亲王。我的确在帮齐亲王做事，不过只是一场交易罢了。那你知道交易的背后是什么吗？我离开荣天岭的时候，以为剑法可以改变一切，但是经历了12年前那场劫难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国若孱弱，民皆无助。剑法不可救国，剑派不能强国，唯有变法才能改变国运。时至今日，清廷已朽，唯有推翻重建，才能兴邦。不凡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倘若你能找到宝藏，献给王侯，不利于国民。只有交给那些真正能兴邦的人，才是大家所为，才是超世之。如此，就算荣天岭没了总坛，永远颠沛流离，也必定是天下第一剑派，定然千古流芳。不凡，就按你说的做，你去诱敌，我去山东安徽寺。师伯，那就有劳师伯了。
不凡，你做得很好，荣天岭在你的手上，必然可以壮大。但是，你要记住我说过的话，宝藏要交给真正能兴邦的人，才是正道。不凡谨遵师伯教诲。北洋的衣服有这么重吗？走得这么慢，我都已经喝了2碗汤了，你才追到这儿来。继续，对。我去那边了。穆青大人如此悠哉的喝了2碗，是已经抓到人了？当然没有。那还不继续抓？卓不凡先前行踪隐蔽，一直毫无踪迹，今天却突然出现了，几乎是送到你我的眼前。这么大方，你不觉得有诈？管他有没有诈，先抓人再说。地保，你从大沽一路追击卓不凡，一直追到上海，又追到了山西，你倒是能追，但除了追，你也动脑子想一想。爬案断案不能仅凭一腔热血，要懂得变通之道。你之前轴的2次差点死在了卓不凡的手中，但那个时候你除了轴别无他计。如今你手里有兵，有北洋的枪，再这么轴，就是有勇无谋了。大沽命案是我的职责所在，我就是要追击卓不凡。在下不会，也不想顾虑太多。你先听我说完。卓不凡和霍秦一行向西而去，但于焕杰和秦陀并未在其中。那又怎样？你还不明白啊？得到了卓不凡的消息，我就追过来了。但是我发现这并不是荣天岭的所有人。卓不凡一行穿城向西而去，他要去哪儿？去吐蕃吗？我可不信。我停下来不追了，就是要看看他会不会改道。你派人监视了？那不是废话。所以，你怀疑荣天岭一行兵分2路，一虚一实。显然。不过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你能看透，我也能看透。卓不凡不会想不明白，他就是要跟我们玩玩看，猜猜哪路虚哪路实。嗯。快点！快点！小李兄，怎么样？发现他们的行踪了，几个荣天岭的弟子换了衣服向东走了。赶紧！于焕杰和秦陀他们一行，刚刚穿着汉服出现了，从城东门走，一路向东。再来碗汤。所以你觉得咱们应该分头追击？我又不傻，卓不凡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分头追击。如果我们的兵力被分散了，不是正中计了？哟，开始懂得用脑子想问题了。那你觉得我们应该追谁啊？净坛密藏是荣天岭的首要目标，最重要的事情，按理来说，会由卓不凡亲自前去。你也说了，是按理说。按道理说，卓不凡不会蠢到想不到我们能看透这一点。所以卓不凡一行比较高调，并未隐匿行踪，穿着灵犀服饰就直接出现了，为的就是让我们发现。可是于焕杰一行也没藏住啊，这刚出城不就被你给发现了？那还是卓不凡。没想到的人已经没有追上来了，他
们只是派了几个盯梢的。他们应该发现于焕杰和孟坤师伯的。那他们不会看穿了吧？卓不凡连衣服都没换，摆明了就是一副当耳的样子，生怕我们不去追他。但是他知道我不会那么容易上当。就像你说的，按理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他应该亲自去，但是他能想到我们也会想到这一点，所以他故意做成耳的样子。他越像耳，我就会越生疑，越怀疑他不是耳。所以你想追击于焕杰一行？我想再等等。整个山西境内，你我已在各个要道上设下关卡。就算他卓不凡门内之人武功高绝，侥幸突围，不出百里，我们必能追上。可若是出了这山西境，再想追可就难了。现在卓不凡获秦一行向西而去，而于焕杰、秦佗等人穿汉人衣服一路向东。所以你怀疑荣天岭一行兵分两路，一虚一实？显然。所以你想追击于焕杰一行？我想再等等。门三刀作为内衙第一神探，表面的东西他是不会信的。他一定认为我们故意如此，故意做饵吸引他的注意。那他已经发现了，会不会我们骗不了他？我们改路，往北走。驾！驾！大人，他们改道往北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是。你看，卓不凡他们一行改道往北而去。要是我猜的没错，接下来他会找一匹马，策马纵横，加快跑掉。既然你断定卓不凡一行是耳，那干嘛不直接追于焕杰一行？你还真是沉不住气啊！好吧，我们去抓人。哎，那卓不凡不管了？放心吧，我派人盯着呢。你要是不放心，也派2个人跟着一起。出发！除了那几个盯梢的，门三刀的人没有再跟上来了。按照你之前所想的，这兵应该来追我们才对。他们会不会已经怀疑了？对。那怎么办？莫坤师伯不会已经遇到危险了吧？后面还有多少人跟着我们？不多，7、8个人吧。好，那我去解决他们。师傅，这边。师傅，往山东去是走那边。你们2个带着众弟子往这边去，去南边。这是调虎离山之计。一开始我就决定用我自己做饵，我逼着不凡陪我演了一场戏，让你们都相信山东安慧寺才是真正的目的地。什么？卓不凡则故意做出诱敌的样子，就是想让北洋和内务府的人做出误判，让门三刀识破，好让他们来追我们。山东的确有安慧寺，但不是他的目的地。他真正的目的地是福建安慧寺。卓不凡这个无耻小儿！还有人跟着我们吗？没有了。好，我们直接南下。门三刀他们，门三刀他们中计了。莫坤师伯，是不是有危险了？走。
卓不凡有傲人剑术，有傲世之才，更有成大事的隐忍和果决。有卓不凡在，荣天剑派重振有望。师弟选他做掌门，是真的选对了，选对了呀！师伯，卓不凡如此恶毒，咱们即刻南下，抓他说个明白。欢杰，你是我养大的，说你是我的儿子也不为过，所以你必须得听我的。卓不凡做的是对的，任何的成功都避免不了牺牲。他这么做，终究是为了荣天岭，所以你不许记恨他，不许找他寻仇。师伯，好了，不要说了。你们两个带着众弟子速速南下。师伯，要走一起走。对，要走一起走，一起去生死吗？眼下北洋和内务府的追兵正在步步逼近，我必须留下掩护你们出山西，明白吗？走，走啊，走啊！我不走，走！记住，你们都是种子，你们活下去，荣天剑派才有重振的希望。你算错了，我也许算错了。大内第一神探会算错吗？大内第几神探都是人，是人就会算错。我说的是也许，卓不凡在跟我玩心计，他如果玩的是2重，那我就算对了。可我现在觉得，他应该是跟我玩了3重。错就错，对就对，管他什么2重3重的。他假扮是儿，诱导我怀疑他，这是第1重。我没有去追他，他立即离开，想让我中计，这是2重。第3重就是，连于焕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儿。你慢慢算吧。于焕杰和秦陀也是杀人凶犯，我先去抓人。走，走。地保，你往南，我往东，行进20里。若是没见到龙天岭一行，立即折返，支援另一方。听到了吗？听见了。阁下是荣天岭当今掌门，卓不凡的师伯。
莫坤。莫坤，我听过你的名字，10几年前就已是名动江湖的剑客。此人名讳我也听过，但是已经销声匿迹10余年了。是12年。叶尔根觉罗慕清，不也是销声匿迹12年吗？这个名字你很熟悉吧？当初就是察太大人赏识并重用你。你认识察太大人？我跟你一样，都是受察太大人所托，保护维新党人。不幸入狱12年，没想到今日追杀我的，竟然是察太大人的得意门生。不知道他在天之灵会作何感想？若是察太大人在天有灵，也会明白，我是为朝廷尽职。当年，你因为变革维新而失去自由，如今，又成了这更加腐朽皇权的走狗。你不觉得你违背了这12年的信仰吗？当年是皇上要维新，我只是听从皇命；如今是皇上要追凶，我也还是听从皇命。我官拜正四品，领衔御前行走，听从皇命是我唯一的使命。好啊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刀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就算我们能跑，师弟们也跑不了。我留下来拖住他们。师弟，大师兄，这些年咱们虽然颠沛流离，但只要和师兄弟们在一起，再苦都是甜的。师兄你也知道，掌门是咱们荣天剑派千年不遇的武学奇才，师伯也说了，他有能力重振剑派。你希望荣天剑派强大，我也希望荣天剑派强大，咱们每个师兄弟都这么希望。我希望从今往后，你能不计前嫌，更不要因为今天的事情去怪罪掌门，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天剑派的振兴。你走啊，师兄！你比我重要，门派振兴，荣天剑派崛起，掌门身边不能没有大师兄的庇护。你走啊，师兄！请脱！走啊！咱们走！师兄，我们忍下，跟你一起。
我只抓你一人，你弃剑就擒，其他人可以走。王家洛，你说话算数。我说话从来都算数，我说了要缉拿大姑血案的要犯，就必定将你们缉拿归案。好，你放我师弟们走，我留下。师兄，师兄，他们要走便走，我只追拿你一人。走，马上走！荣天剑派秦陀，宁死不降。王家洛，你开枪吧！丁兄，让兄弟们把枪放下。剿熊是我的职责所在，无需北洋插手。你们先走吧，撤！撤！驾！我是大姑县衙捕快王家洛，荣天岭秦某，乃大姑血案主犯，依大清律例拒捕抵抗，可斩杀。我叫秦陀，我叫荣天剑派。与我归案，我不杀你。老子叫荣天剑派。内衙第一高手，刀法冠绝天下。今日一见，也不过尔尔，离我想的差得太远了。输了就是输了，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？
刚才你2次由痞转枭，又由枭转刺，间隙当中都留出了破绽。只是我老了，又是这12年来第1次用剑，而且我不想杀你，不然你已经死2次了。卓不凡剑法精妙，以你的刀法，50招还可以抗衡，70招内必落败，100招以里必被他割喉。原本还以为你能给我点惊喜，可惜啊，你连程昱1半境界都达不到。你知道我师父？我在他手下连3个回合都走不过。前辈，你认识我师父？程昱没告诉过你吗？让你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要提有他这个师父吗？程昱穷其一生，竭力在帮助能够推翻皇权统治、建立全新世界的优质之士，甘愿付出自己一生的所有。可悲的是，他却有了一个甘愿为朝廷鹰犬的弟子，实属悲凉。我替我这个兄长感到不值。人生道处知何似？应似飞鸿踏雪泥。门三道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前辈，前辈！在山西这个地界儿啊，你跑得了吗？你叫人开的枪。那3个人，我给你办了。这帮人啊，真是够硬的啊，什么都不说。不过，就算问了这么低子，也没有啥球用啊。卓不凡要去哪儿？我不会告诉他们。还是被卓不凡给算计了。
师伯是二，师兄师弟也是二，够狠。你继续在这发呆吧，我还得去追卓不凡。你要上哪儿去追？先前盯梢的人都被卓不凡给干掉了。你知道卓不凡去哪儿了吗？他既然肯用门人的性命换取自己逃离的时间，得逞了，就不会再轻易的将行踪泄露。上海的时候你不也这么说？不还是让我追到了？那是我故意将他行踪泄露给你的，不然你追个屁！他师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以自己为饵，心甘情愿前来送死。你觉得他会白死吗？你觉得他一条命换不来卓不凡抽身离去？金陀已经被我执法了2条，跟着金陀的3名弟子也已经死了。5条，5条命换卓不凡，荣天岭够硬。小时候，我曾以为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，可后来长大以后才发现呢，果真如此。恶心。有意思吗？你不是也在找钱吗？你连命都不要了，你比我还在乎钱。我是为了钱吗？我是为了救国、救民，不还是要靠钱吗？为什么救国？民要是都有钱了，谁还用民救？六姑娘，你不用一副看不起我的样子。人皆嫌命久，谁不见钱亲呢？你们只不过给自己搞了个包装，把自己说得很伟大一样。而我呢，我很真诚，我就是爱钱。有句话听过没有 ？No money, take everything as a dog。什么？没钱，万物为刍狗。土秀。穆青兄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想念，想念。卓不凡在摧毁这个罐子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线索，你都将它复原成这个样子了，怎么就什么都找不着呢？穆青兄，你是知道的呀，这关键呀全在这底子上，这底子没了，那肯定就是不好弄。这么说你是没找到线索啊？还在找，我还在认真的思索。要找线索的方法有很多，就拿这个罐子来说，比如说它的材质、它的做工，还有它上面的字，你总不能说它没了个底，你就什么都查不出来吧？对，穆青兄说的非常有道理。穆青兄，您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哦，逼供。用不着吧，大哥，我是自己人呐。你是自己人啊？把手掰开。穆青兄，你逼他什么都不知道的呀？是吗？难道我刚刚看错了？我明明看到他在对你使眼色。有吗？我都没发现啊。有可能是我们两个共处一室，日久生情，情投意合了吧？你是自己人，他可不是自己人，他是同盟会的人。同盟会？乱党啊！对啊，你和乱党情投意合。不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就说嘛，你只爱钱。那是。哎，穆青兄啊，像这种同盟会要犯，是不是应该留着，带回去审？这不应该是加官进爵的好筹码吗？有道理啊。可是我这才刚刚用刑，就这么停下来，会不会有点太没面子了？哎呀，茅塞顿开呀！哟，浩瀚兄这是想到什么了？字罐上的经文其实是出自一本经书啊。知道了。那穆青兄可知，
此经传入中国后，影响甚大。你要是说的再满一点，他可就真没枪。是以此经最出名的就是福建安徽寺的住持，他早死了，不是，是圆寂了。这个瓷罐的质地恰巧就是白瓷，白瓷产于福建德化，所以这个罐子应该就是福建安徽寺的法器。哈哈哈哈哈！浩瀚兄天才啊！哪里，靠的是穆青兄点醒梦中人。那你我就收拾，准备上路前去福建。好，能跟穆青兄一同前往，是小弟的福气，是小弟的 lucky 呀。王爷，卓不凡密报，他在平遥找到了关键线索，现在已经立刻南下，前去福建了。内务府呢？卓不凡称线索只有他掌握了，内务府并没得到。不过现在内务府和北洋都在追他。北洋怎么也掺和进来了？我去查了，是北洋43协，山西是他们的地盘，可能是当地的一些兵有所行为吧。不过只要出了山西，43协也就没法再追了。王爷，姑爷来了，在外头候着呢。让他进来吧。父亲，我听说了一件事儿，内务府派出的侍卫去到了山西，和一干江湖人士发生了冲突，还惊动了北洋43协，也不知道他们这是因为什么事情而起的冲突。本来不想这么早告诉你，既然你知道了，我就跟你说了吧。荣天岭卓不凡一行是听我的号令，追查寻找净坛秘藏。净坛秘藏，这不是个传说吗？可这个传说上百年来内务府一直查找，只是没有找到罢了。我得到了一条线索，有一个人，他掌握着开启宝藏的秘密，他要把这个秘密交给同盟会。可如果同盟会得到了财力的支撑，会坏了我们的大事啊！没错，所以我出手干涉。之所以动用了江湖力量，没让你动用军力参与，是因为你一动，就会引起内务府高度关注，甚至会让北洋各路将军都有所察觉。父亲，为何不能让北洋有所察觉？我政变后，北洋会观望，一旦发现北洋的利益得不到保证，他们就以复辟的理由把爱新觉罗氏重新推出。海潮啊，你在北洋地位还不够，还不能撼动其他人。你可以率军配合政变，但是你不能令整个北洋臣服。如果北洋在政变后再发动复辟，你我都会背负反贼的恶名。所以，我要提前把这个隐患消除掉。父亲，您有办法？办法非常简单，保证利益。净坛秘藏是一大笔钱呐，我们要是有了净坛秘藏，就有了对应北洋的筹码。你不是要回去住吗？这是的，还有谁可以信啊？老东西，竟然一直都在利用我，这么大的事儿都瞒着我，我的仕途，我的安危，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。我在北洋的地位不够，哼！我在北洋的地位要是够了，还轮得到你来主事儿？曾与蒿梨同雨露，终随松柏倒冰霜。你他妈不把我当自己人，就别怪我对不起你。